家人們，誰懂啊？我死後的這3年，在地府過上了夢寐以求的暴發戶生活。我蘇小魚，生前是個月薪3500的小透明，死後居然成了地府富豪榜的前3名。為什麼？因為我那個從小跟我掐架，一見面就恨不得掐死對方的青梅竹馬沈星辰，他實在是太能少了。別家鬼收到的都是紙錢，我收到的是純金別墅、貼鑽豪車，甚至還有紙紮的最新款外星人筆記本。阎王爺見到我都得繞路走，說我一個人帶偏了地府的物價。由於沈星辰燒的非法巨款太多，導致地府系統賬目對不上。阎王爺大手一揮，給了我7天回魂假，讓我回人間銷賬，順便告訴沈星辰別燒了，再燒下去地府的造幣廠都要冒煙了。我領了臨時還陽證，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回到了我的墳頭。我本以為會看到一幅淒淒慘慘戚戚的畫面，結果沈星辰這貨正穿着一身黑西裝，在我墳頭面前放着最勁爆的電音，手裡還拿着一根仙女棒，在那自言自語。他說：蘇小魚，我知道你最怕寂寞，我帶了全城最好的音響來給你蹦迪。我飄在他身後，整隻鬼都裂開了。沈星辰，你是想讓我入土為安，還是想讓我死不瞑目？我氣得現了形，猛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陰恻恻地說：沈星辰，蹦得挺嗨啊，要不要我帶你下去蹦個夠？沈星辰僵住了，他緩緩轉頭，手裡的仙女棒直接戳到了自己的鼻孔裡。他瞪大眼睛看着近在咫尺的我，半天憋出一句話：蘇小魚，你是不是嫌音響功率不夠大？我還沒來得及吐槽，這男人突然眼眶一紅，猛地扔掉仙女棒，跨過花圈，狠狠地把我摟進了懷裡。他的力气大得驚人，雖然我是個鬼，但我感覺我的靈魂都要被他勒出響了。他在我耳邊哽咽：蘇小魚，你終於回來了，你知不知道這3年我燒了多少錢，就為了聽你罵我一句？我被他勒得老臉通紅，掙扎着從他懷裡探出頭。沈星辰，你撒手，老娘是鬼，你這樣抱會折壽的。他不聽，反而抱得更緊了。他說：折壽就折壽，大不了我現在就跟你下去，地府不是有別墅嗎？咱倆一人住1層。我一巴掌拍在他腦門上，雖然手感涼涼的，但他確實感覺到了。我說：你想得美，地府別墅公攤面積大得嚇人，物業費貴得要死。你給我聽好了，我是回來銷賬的。你這3年燒的東西已經讓地府通貨膨脹了。阎王爺說了，你要是再燒，下輩子你投胎只能當個提款機。沈星辰愣住了，他看着我，眼神裡滿是委屈。他說：我怕你在那邊沒錢花被欺負，我怕你買不起地府的新款手機，所以我把這輩子的積蓄都換成紙錢了。我看着他那張寫滿深情的憨憨臉，心裡的火突然滅了一半。沈星辰，你這個智商是怎麼當上 CEO 的？我還有7天就要去投胎了，這7天你給我老實點，不許燒錢，不許蹦迪，陪我把這人間的最後7天過完。沈星辰非要帶我去逛商场，他說我這身白裙子穿了3年，太寒酸。我飄在他身邊，看着他把卡刷的飛起。他說：小魚，這件黑色的顯白，買這件紅色的喜慶。買收银員小姐姐看着沈星辰对着空氣自言自語，眼神裡充滿了關懷殘疾人的慈愛。我貼在沈星辰耳邊說：沈星辰，別買了，這些衣服我又穿不走，投胎的時候要淨身出戶的。沈星辰動作一頓，眼神暗了暗，他低聲說：穿不走，我就給你拍成照片，一張一張燒給你，反正地府現在你是首富，
沒人敢管你穿什麼。我看着他固執的樣子，突然明白，他燒的不是錢，是他這3年來無處安放的悔恨。他總覺得，只要燒得夠多，就能彌補他生前沒對我好的遺憾。沈星辰去開會的時候，我偷偷飄進了他的書房，我想看看這3年他到底在搞什麼鬼。結果，我翻到了一個名為蘇小魚復活計劃的文件夾，裡面不是什麼醫療技術，全是他在各地求神拜佛的收據，還有他親手畫的地府地圖。他居然在研究怎麼在地府買通關係，讓我下輩子投胎到一個好人家。他在日記裡寫着，蘇小魚那個脾氣，要是沒錢肯定要跟鬼打架，我得多燒點，讓他在地府當個大姐大。他在日記的最後寫着，如果這輩子等不到他回來，那我就把錢燒光，然後去找他。地府冷不冷？我還沒去過，但我知道有他的地方肯定不無聊。我看着那密密麻麻的字跡，眼眶酸得想噴乾冰。沈星辰，你這個死傲嬌，你生前要是這麼能說，我至於在那次吵架後過馬路不看路嗎？我發現沈星辰在家裡準備了一根繩子，還有一瓶安眠藥。我當時就驚了。沈星辰，你要幹嘛？他平靜地看着我，眼神裡居然有一絲解脫。他說，小魚，你不是還有3天就要投胎了嗎？我想好了，我陪你一起去，反正你錢多，咱倆下輩子還能當鄰居。我氣得差點魂飛魄散。沈星辰，你瘋了！你才28，你事業有成，你長得還帥，你跟我一個死鬼訓什麼情？他說，沒有你的事業叫打工，沒有你的帥氣叫面癱。蘇小魚，我這輩子最後悔的事，就是那天沒能拉住你的手。這次你休想再丟下我。我看着他認真的樣子，第一次感覺到被一個人愛得發瘋，原來是這種又恐怖又甜蜜的感覺。我決定不能讓他自殺，我要讓他知道，地府的生活其實很內捲。我開始在家裡制造各種靈異事件。他想吃安眠藥，我就把藥瓶換成維生素；他想掛繩子，我就把繩子繫成蝴蝶結。我大喊，沈星辰，你給我聽好了，你要是現在下來，你是自殺罪，地府要關小黑屋的。到時候我在1店，你在18店，咱倆這輩子都見不到。沈星辰愣住了，他問，真的嗎？地府也講究這個？我胡編亂造。那當然，地府現在講究文明就業，你要是想跟我在一起，你得走正規渠道，比如當你阳寿盡了，憑你的本事下來起碼是個高级判官。沈星辰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，那我现在開始考研，不對，考公，還來得及嗎？最後1天了，我求沈星辰給我做頓飯，雖然我吃不到味道，但我想看他為我忙碌的樣子。沈星辰在廚房裡忙活了3個小時，做了一桌子我生前最愛吃的菜，紅燒肉、酸菜魚。他坐在我對面，眼神溫柔的能滴出水來。他說，小魚，明天你就要走了，我答應你，我不自殺，我會好好活到老，然後攢夠這輩子的功德，下去找你。到時候你還願意跟我吵架嗎？我看着他，心裡那個大膽的想法終於成熟了。我說，沈星辰，其實還有一個辦法，能讓我們現在就在一起，而且不用你死。他眼神一亮，什麼辦法？我說，地府最近在招人間金融顧問，專門管理像你這種亂燒錢的異常賬戶。你這種人才，我可以找閻王爺特批，讓你肉身入職。沈星辰瞪大眼睛，還能這樣？這叫跨次元就業。第7天的0點到了，黑白無常出現在門口，看着滿屋子的金元寶和那個活生生的 CEO。黑无常抹了把汗，蘇小魚，時間到了，
帶錢走還是帶人走？我一把拽住沈星辰的領帶，豪橫地對黑無常說：錢我不要了，捐給地府希望小學。我要帶這個男人回去，他會做 PPT， 會寫代碼，還能幫閻王爺理財。這種人才，地府捨得放過嗎？白無常翻了翻生死簿，嘖嘖稱奇。沈星辰，陽壽還有60年，但執念太深，導致地府數據庫過載。行吧，閻王爺正愁沒人幫他管，那幾萬億的冥幣呢？於是，在全城人的目睹下，沈總在辦公室失蹤了，而地府的首席金融執行官正式上任了。好了，家人們，這就是我從地府富婆變身地府 CEO 夫人的傳奇故事。所以說，如果一個男人願意為你燒光家產，那他可能真的想帶你去另一個世界繼續捲。如果你喜歡這個故事，千萬別忘了點讚、關注、轉發3連，評論區告訴我，如果你發現你的死對頭在你墳頭蹦迪，你是會感動的復活，還是會帶他去地府一起蹦？關注我，下集帶你看沈星辰入職地府第1天，如何用陽間的股市邏輯把閻王爺的私房錢虧了，不對，翻了3倍。大家拜拜，我們下期再見，麼麼噠。